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5年的5年时间里，韩赵魏三家已被秦国所灭，燕国也只剩下最后一口气。此时还能阻止秦国东扩的，也就只剩下楚国了。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秦灭六国的第4国——楚国。楚国是一个底蕴深厚、地大物博、人口众多的国家，所以对于攻灭楚国，嬴政还是很谨慎的。他先是询问王翦，要想攻灭楚国需要多少兵力。王翦的回答是非60万不可，这就意味着秦国要用倾国之兵攻打楚国。嬴政有些犹豫，于是他又叫来李信询问。李信回答说只需要20万足矣，这个回答让嬴政很满意。公元前225年，李信和蒙武率领20万秦军进攻楚国，王翦则以年老为由向秦王申请告老还乡。秦军兵分2路向楚国挺进，一路由李信率领进攻平舆，一路由蒙武率领攻打秦。2路大军连战连捷，进展非常顺利，连下数城。随后李信在攻破燕郢之后，与蒙武在城附会师。再看楚国这边，面对亡国之危，楚王立即任命项燕为主将，迎战秦军。而项燕不愧是西楚霸王项羽的祖辈，打仗有勇有谋。面对李信一路高歌东进，他却并不着急出击，只是选择尾随李信，追了整整3天3夜，然后趁着李信轻敌，突然发起攻击，秦军大败。此一战，秦军7个都尉战死，伤亡数万秦军。李信则只率领残部逃回了秦国。面对李信的失败，嬴政顿时醒悟，楚国虽弱，毕竟地大物博，不是可以轻易灭亡的，想要灭楚，还是非王翦莫属。于是他亲自前往王翦的老家平阳，请王翦出马。王翦说，大王如果还是让我去灭楚，我的条件就是非60万大军不可。嬴政这次答应了他的要求。公元前224年，王翦和蒙武率领60万大军再次伐楚。秦王亲自到坝上送行，王翦则趁机请求秦王赏赐给他田地和房产。秦王说，将军就要带兵出征，去打仗立功了，还害怕将来得不到财富吗？王翦则回答，我要趁大王还器重我的时候，为子孙们多谋取一些家业。秦王大笑应许，王翦这才率领大军出征。然而刚行至关口，王翦又派人回去请求秦王赏赐给他田地和家宅，而且这一路之上一连要了5次之多。有人就对王翦说，将军就这样跟秦王无休止的要田产，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呢？毕竟一个胜仗都还没打呢。王翦却说，其实不然，我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秦王性情多疑，今天我带走的可是秦国的空国之兵啊。我之所以多为子孙要些田产，是表达我只贪财而不贪其他的东西，这样反而会打消秦王对我的猜疑，不会担心我谋反或功高震主，否则即使打了胜仗，也会有杀身之祸。通过这件事，也能从侧面反映出为什么战国4大名将中只有王翦得到了善终。再看楚国这边，依然还是由项燕统领，他计划在平舆与秦军展开决战，然而王翦却选择避开楚军的锋芒，坚壁自守，伺机而动的战略，不给他决战的机会。就这样，项燕率领大军空耗1年，击退不了秦军，最后只能选择东撤。然而就在楚军忙着撤退的时候，王翦一声令下，派出精兵进行追击，在齐南大败楚军。项燕收拾残兵，率领剩余的10余万人退守陈城，企图与昌平军兵合一处，迎接秦军的追击。而王翦却又不按常理出牌，他并不去追击项燕，而是突然挥师南下，渡过淮河，直取楚国的都城寿春。此时寿春的兵力空虚，只有2-3万人，根本无法阻挡数十万秦军的攻城。最后楚王傅除被秦军俘虏，王翦立即向楚国各地发布告示，宣布楚王被俘，楚国已经灭亡。于是淮北的各个郡县果真都望风溃败，不加抵抗。昌平军与项燕则鞭长莫及，也无可奈何，只能领兵退回到江东的吴越旧地，拥立昌平君为楚王。王翦也并不乘胜追击昌平君，因为楚国国都虽然沦陷，但昌平君和项燕还是有着相当的实力。寿春城破的时候，
楚国的水师并未投降秦军，而是顺江东下，与项燕会师了。这样，项燕手中就仍然有20万人马，其中包含数万人的水师，实力仍不可小觑。他们以长江下游的广陵为据点，恭候秦军的到来。王翦则派出一支秦军南下，到长江中游征集大船，准备水陆并进，然后再派出一支偏师，打着楚王复楚的旗号，深入到楚国南部的湖湘一带，传习南方各郡，宣布秦王威德以及楚王复楚被俘的事实。南方各郡见此情景，纷纷投诚，王翦再无后顾之忧。几个月后，天气转冷，王翦已经征集到了足够的船只，带着楚王复楚，水陆并进，攻击楚军的最后一道防线。广陵城下，秦军四面列营，军声震天，楚军都知道了楚王已经被俘虏，难免士气低迷。王翦则指挥秦军发起猛攻，不久之后，广陵城被攻破，昌平君被流失所中，不治身亡，项燕则引箭自刎而死，楚军伤亡巨大。而王翦的60万大军只折损10余万。随后，楚王复楚被贬为庶民，没多久就郁郁而终，楚国宣布灭亡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